长，出大事了！董事会刚刚通过秘密决议，您名下的所有股份已经被全部转移到了林小燕和赵东海的名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小燕今天下午还陪我上的轮船。陈海生，当你看到这张纸条，我和东海已经飞往海外，你的南海集团也彻底归我们了。说实话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。当年你爸妈以死相逼，苏婉清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却猪油蒙了心，死皮赖脸非要娶我。结果呢，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，你亲手害得你爸和姐夫葬身鱼腹，连尸骨都找不到。那个林小燕跟赵东海不清不楚，你是瞎了吗？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海生哥，你别去了，为了给他买那个金戒指，你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海生哥！啊，对了，看看旁边的亲子鉴定吧。你掏心掏肺养了20年的宝贝儿子，其实是东海的。你这辈子不过是替我们养儿子，拱手送家产的垫脚石吧。夫妻一场，床底下留了份大礼，再见，死傻子。小燕，赵东海，你们这两个畜生！爸、姐、妈，还有婉清，是我害了你们，是我瞎了眼，盼着真正对我好的人不要，去当两个畜生的垫脚石，是我亲手毁掉了一切啊！林小燕、赵东海，如果老天有眼，让我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我回到了跟林小燕结婚那天，1989年正月初8。弟，还来得及，咱不定了，回家吧。陈海生，今天不加条新渔船当彩礼，这婚你就别想结了。光一条船可不够，还得再加2000块钱下车礼，1对金耳环，少1分。这婚也别想定。就是我闺女长得这么俊，嫁过去难道要喝西北风？彩礼不到位，门儿都没有。大海哥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海生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，他拿不出来的。苏婉清，你闭嘴！你是我朋友，到底是站哪边的？到底拿不拿得出来？拿不出来就滚出林家！林小燕，你跟赵东海什么关系？村里谁不知道？逢年过节一起赶集，码头仓库一待就是到半夜。你当村里人都是瞎的？你胡说！我跟东海那是男女之间的纯友谊。海生，兄弟跟嫂子清清白白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？行，那你俩敢不敢现场投神杯？只要神杯证明你们清白，那我陈海生就当场跪下给你们磕100个响头，敢不敢？不敢，那这门亲事我陈海生退了。你个穷鬼，你之前的彩礼钱呢？想赖账？彩礼？你妹妹肚子里那份功劳可记不到我陈海生的头上。这喜酒还是留给那个真正干活的人去喝吧，我可当不起这个冤大头。陈海生，你放屁！你污蔑我！我咒你这辈子都找不到老婆！你个绝户头！苏婉清，这些年我是个混账，全世界都告诉我什么是错的，而我还非往火坑里跳。那天你在码头上叫我回头，我瞎了眼没理你。今天我陈海生回头了，嫁给我婉清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保证这辈子只认你一个人。苏婉清，你这个狐狸精！我说你怎么帮他说话？原来你一直在背后勾引他。林小燕，你别在这发神经。海生，你是不是病了？是，病了20多年，今天刚治好。我愿意。
赵东海、林小燕，你们欠我陈家的血债，这一世我要你们1000倍万倍还回来。他到底怎么知道这件事？我不知道，我才1个多月，我自己也刚查出来，连我妈都没告诉。爸，陈海生那个畜生退了婚，还当众抽我的脸，我让陈家在渔村消失，以后他家打的鱼1斤都别想进咱水产站。海生，你跟爹说实话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怎么突然就转了性子要娶婉清了？爹，难道您不喜欢婉清做您的儿媳妇？喜欢，咋能不喜欢？那姑娘打小就往咱家跑，心眼好又勤快。爹是怕你以前那股子倔劲没过，委屈了人家。只要你不惦记林家那个狐狸精，妈这觉都能睡踏实了。妈，以后咱们全家守在一起，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。弟，咱今天多打点鱼，卖了钱，你去镇上给婉清买个像样的金耳环，人家等了你这么多年，咱不能亏待了儿媳妇。走，今天咱们父子俩加把劲儿，一定要给未来的儿媳妇买个最好的见面礼。德望叔，赵站长放话了，你们陈家往后的鱼，水产站1斤不收。凭什么？全家就指望那点鱼活着，得罪了人还不自知？问问你家那个能耐儿子去吧。当众造谣小燕，赔礼道歉加5000块精神损失费，少1分，今天我就拆了你这破屋。赵东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那是不是造谣？1分钱都没有。滚！别打了！你滚开！妈！高烧40度，后脑勺磕出的血肿压住了神经，这情况耽误不得，得立刻用药压住血压，不然命就保不起了。周叔，您先救人，药费我现在就给你。喂，老周，陈家那小子在你的医馆吧？听好了，我爸管着全镇的药材配合，把那老太婆的押金给我涨到500，少1个子儿，你这医馆就等着关门吧。小陈，情况有变，这药现在缺得厉害，押金和药费一共要500。周叔，刚才不是说50吗？咱们这穷乡僻壤，谁家能一下子拿500块钱啊？是赵东海打的电话吧？他想用这500块钱买我妈的命。赵东海，你想玩，我陪你玩到底。海生，你要干什么去？你别乱来啊！姐，看好吗？500块，我2个小时后带回来。1989年。那片海域还没被人工开发，还没人知道这片礁石下藏着机会。赵东海，你不知道的是，这大海就是我的生路。这不是陈家那个退婚的穷小子吗？赵家都发话不收他的鱼了，这是走投无路，上岸来演戏了。瞧瞧你那德行，陈海生，毛都没长齐就学人开蚌，这海里的蚌可不是过家家的玩具，赶快滚回家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耽误咱们码头做生意。瞧他那小胳膊小腿的，能撬得开这10几年的老蚌，怕不是在耍咱们玩呢？小子，这不仅运气不行，眼光也不行啊！这老蚌壳硬得出奇，别把自己弄伤了，到时候还得医馆治你。要不算了吧，别在这出洋相了。我开我的蚌，不关你们的事。开门黑，你这就叫老天爷不赏饭吃。瞧这一滩烂泥，像不像你那扶不起的穷命？我还以为真捞着什么宝贝了，这一网都烂蚌，拉回家喂猪都嫌腥气。年轻人就是心气高，这片海域早被翻烂了，能开出东西才怪。呵，绿豆猪，这玩意儿拿去镇上换块豆腐，人家都嫌小。哎呦，陈海生，你妈在医馆等着救命钱，你在这儿开这破玩意儿，是想让她走得快点儿？
还不滚？真打算守着这堆烂石头等死？你那退婚的本事呢？现在怎么不横了？原来就只会躲在女人后面和开烂棒啊！等会儿，正源白珠，这光泽是极品男珠，正源大白珠，还有罕见的粉珠，这光泽少说值个400-500块。这颗我要了，我出600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出800。小兄弟，我是镇上进店的，这钱你拿着，珠子给我。成交。这小子祖坟冒青烟了，捡了800块，够他救命了。开出一颗就真当自己是海龙王了。陈海生，赶紧拿着这800块回去给你妈买棺材吧。等一下，最大的一只还没开。你这孩子是疯了吧？刚那是老天爷开眼，你还指望连出一串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最后一只壳都快烂穿了。能出珍珠，我当场把这水泥地给啃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开蚌这种事儿，你这毛头小子懂个屁！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耽误大伙儿的时间。天然金南珠，我出1000，卖给我。我出2000，现金结算。我出3000，我出5000。陈海生，这5000买你这颗珠子，够你在镇上盖小洋楼了。赵少，出大事了！陈海生开出了金南珠，全镇的人都在抢。金珠不卖。赵东海，你断了我的生路，我就用这金珠破了你的死局。这颗珠子，我会让你全家倾家荡产来赔。嫂子，你那废物弟弟指不定躲哪儿哭去了。你妈这脑溢血，没钱可治不了，但我能帮你。跟我走，我不但让老周动针，还派车把你妈送去县里。赵东海，你不是人！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妈为什么磕成这样？那是被陈海生磕出来的。想救命，就得按我的规矩办。赵东海！陈海生，你敢打我？信不信我让你全家明天就滚出余镇？水产站那些做过手脚的秤，还有你爸私下走的那些见不得光的货，你以为真没人知道？只要我把东西捅给县里，你赵家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些事情他怎么知道？这都是老头子最隐秘的买卖。陈海生这个穷小子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这，马上给我妈退烧，用药！陈海生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走着瞧。上一世，妈这一倒下就再没清醒过，这一世
800块买回了命。但赵家断了鱼路，爸的那条旧山胆，连全家吃饭都费劲。我拿什么给婉清一个家？这颗珠子能换5000块，5000块，普通渔户要拼2年命。如果只是花了，它就是死钱。但如果种下去，1989年，那是邺城建省的春天。别人眼里是穷渔村，我眼里是30年的财富路线图。婉清，我妈交给你和我姐了。明天一早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去挣钱，给你，给我妈，给全家人挣一个真正的以后。去吧，这里有我在。小伙子，这珠子你若肯跑一趟南海，少说能多卖1000块。你真现在就卖？1000块我不要了，5000现金，我现在就要。明天会有批从南沙回来的远洋船，因为冰柜故障缺冰，6块钱的石斑会跌到2块5。后天南海大酒楼开业抢货，价格会翻到15块。上一世我看别人发财，这一世这第1桶金是我的了。坏了！冰柜这时候掉链子，满船的货要砸手里了。周叔，你这批石斑我全要了，2块5一斤。你谁呀？2000多斤石斑，你吃得下？现金，你数数。2块5就2块5，总比烂了强。快搬鱼！石斑鱼呢？开业宴马上开始。你告诉我，整个南海的石斑都被人截胡了。经理，赵德发那边说，全省的货都被大客户订走了，咱们现在去抢也来不及了。要是今晚的开业宴砸了，咱们全得滚蛋。找不回鱼，你就拿命去抵。哪来的破车？滚远点，别在这碍事。张经理，听说你现在急需高品质石斑。这鳞片还亮着，全是刚下船的顶尖货，15块，我全部都要了。小兄弟，你这货救了我的命。赵东海，你想断我的生路，你根本不知道，这1989年的海风吹过来的全都是金子。这全是真的？这都是倒卖石斑挣的？运气只是一方面，爸，赵家断了咱们的路，那咱们就自己干。行，明天我出海，先收200斤试试。海生，你这几天的变化，妈看了，准能醒过来。海生，你这手也太快了吧！这去骨剥皮的劲头，比水产站干了20年的大师傅还溜。你什么时候练的？是啊，海生，你打小下海就闲星，杀条鱼都磨洋工。怎么这几天突然像变了个人？这刀法没个10来年功夫可下不来。爸，这叫穷则思变。以前那是懒，现在赵家想要咱全家的命，我这手再不快点，咱家就真没生路了。爸，别愣着，这批石斑抓紧上冰分装，姐夫下午就发车，杂鱼全部进大缸，盐比控制条10:1，码齐了晒。
以前总觉得它长不大，现在瞧瞧这鲨鱼配盐的架势，真像是一家的顶梁柱了。叔，海参哥这是开窍了，他算出来的盐比和分装法，我查过书，这样处理的鱼最鲜，在南海能卖出大价钱。上一世我在水产加工厂干了8年，从鲨鱼工一路杀到厂长，这些活早刻在骨子里。海生，成了！饭店老板一见货就拍了板，当场给他现结款。海生，这鱼卖给你，真能比水产站高2成。各位叔伯，只要货好，我陈海生现款现结，绝不压价。加工之后运去南海，赚了大家分。可赵站长放话了，谁敢跟你做生意，以后他的鱼水产站一斤不收，咱们不敢赌啊。听说是前2天不知道从哪儿倒了一批石斑，赚了大几千，现在连苏婉晴都过去帮他算账了。我就说他不是普通人。退婚那天他看我的眼神，就像看个死人。这人心狠，你小看他了。爸，放话下去，谁把鱼卖给陈海生，以后他的鱼咱们水产站一斤不收。我看这镇上谁敢为了那点钱去喝西北风。赵家的动作比我想象中还快，供应链被掐断，光靠我爸那条船，加工生意撑不过3天。我记得村口老刘头好像跟赵东海的关系一般。你别来找我，我跟赵家虽然不对付，但我家几10口人指着这几条船吃饭。你这捕网的手艺在哪儿学的？比我这干了40年的老头子还溜。刘叔，赵家给你1斤鱼多少钱？石斑4块，杂鱼1块2。石斑我给你6块，杂鱼2块，全部现金结算，不赊账。6块？你小子哪来的底气？赵家压你的价，是因为你离了他水产站就得喝西北风，但我这有南海的直供渠道，利润比他高出3倍。刘叔，你今天不反抗，明年他就能把价压到3块5，后年3块，直到把你骨头都榨干。你那个南海的渠道真的靠得住？明天这趟货算我给刘叔打个样，赚了是您的，亏了全算我的。成，被赵家压了这么多年，老子也想挺着腰杆走一回。明天船回来，鱼全是你的。德旺，你家海生真是神了，这辈子光顾着给赵家打长工，头一回觉得这鱼是为自己杀的。我是老了，跟不上他的脑子。但他那股子狠劲儿，倒像是咱老陈家传下来的。上一世，这片渔村的人一辈子被赵家捏着，谁也不敢反抗。但其实他们不是怕赵家，他们是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另外一条路。这车鱼哪儿来的？走哪个渠道？有没有市场准入证？什么准入证？我就是送货的，几家饭店都等着急用呢。没有准入证不让进。这是南海的规矩，黄老板定的规矩。把车开走。大哥，通融一下，这日头太毒，冰化了，这车鱼就废了。听不懂人话，不让进就是不让进。有本事找你家老板来跟黄总谈。姐夫，别慌，看好鱼，别让冰化了。我现在过去。上一世我跟这个人打了10年交道，他是有脑子的商人，控制着南海大半的海鲜流通。赵东海搬出他来，说明赵家慌了，但也说明从现在开始，对手升级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海生，现在怎么办？市场里的人不让进，这可是跟刘叔合作的第1批鱼啊！海生哥，要不咱们降价，把这批货便宜卖给路边的小饭馆。黄老板赌的不是一车鱼，他是在断我刚打开的供应链，400多斤鱼货，全村的渔民都在暗中盯着，要是砸了，老刘头不会再信我，其他人更不敢跟。海生哥，你跟我来。这个铺子，我前几天送货时就注意到了，每天中午好几千号工人从这里走，月租120。我刚才跟隔壁杂货店打听过了，现在就能拿钥匙。这条巷子上一世3年后会变成全南海最火爆的海鲜一条街。起步的那个人靠一间小铺面赚了第一个100万，几千号工人每天中午从这里过，有钱没时间，家门口有新鲜便宜的鱼，谁还骑车去菜市场？婉清找到了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值钱的黄金位置。
这铺子拿下。姐夫，去买4块大冰砸碎，再跟隔壁借一张长条桌、2个大盆、1杆台秤，快去，鱼等不了。是。这刀法太神了吧！小伙子，你是哪家大酒楼的掌勺厨师吧？不是厨师，是渔民，从小在船上杀鱼长大的。各位大哥，用手指按一下这块肉，瞧见没有？按下去立刻回弹，这叫指弹肉，说明是今天凌晨出海现杀的活鱼。如果是隔夜的死鱼，按下去就是一个坑，根本弹不回来。你们去菜市场买鱼，10条里有几条能弹得回来？石斑鱼8块1斤，8块，菜市场最少卖12，你这靠谱吗？你在菜市场花12块买1条鱼，其中有6块钱都是塞给中间商。我们渔嫂海鲜是渔村直供，凌晨出海，上午到你手里，中间不过任何人的手，所以只要8块。给我来2条。我也要1条石斑，再顺带1斤虾皮。刘草。来了，别急。兄弟，住单身宿舍，屋里有大锅吗？没大锅，就一个电炉子和1号小铝工。得嘞，瞧好了。回去把电炉子捅开，开水上锅蒸10分钟，别的调料什么都不用加，直接吃。你连料都帮我配好了？渔民手艺，顺手的事儿。老板，这也太方便了！你也给我这么弄一份，不用洗，不用切，带回家直接蒸。行，加1块钱手工费。想要什么口味您直说。上一世这玩意儿叫预制菜，30年后是价值几千个亿的超级大市场。但在1989年的南海，我只要比所有人早想到这一步，就能把黄老板的封锁彻底撕烂。小伙子，你这鱼新鲜，成色好，能不能每天都稳定供应？我们机械厂食堂每天有200多号人要吃饭。能，每天凌晨出海，上午加工，中午前一准送到你食堂门口。石斑杂鱼对虾，你要什么品种，我调什么品种，价格比你现在的进货渠道低2成半。成。明天早上你先送20斤石斑、10斤杂鱼到1分厂后厨。大厨要是点头，以后全从你这儿拿。没问题。但我有个条件，你们隔壁那些国营电子厂的食堂，主管跟你是老同学吧？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？你小子连这都知道？行，只要你的货硬。婉清，数清楚没有？怎么这副表情？海生哥，整整3200块现金，刨去刘叔的鱼钱、车费和冰块，咱们今天一下午净赚了1000多块。一下午挣了1000多，对工人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就像是早就演练过无数遍一样。他到底还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本事？陈海生的车扣下了吧？黄总，出变数了！陈海生根本没强闯市场，他在城东工厂区的巷子里租了个铺子，当街表演骗鱼卖货，一下午当场做出了3000多的流水，连机械厂的食堂大单被他当场牵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一个巷口破铺子，一下午干了3000多流水？是，他的货太新鲜，价格还比咱们控制的市场低了整整3成，甚至还帮工人们把佐料都配好了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城东那几家工厂的后厨怕是要被他全盘端走。让人死死盯着他，从明天开始，他每天进多少货，跟谁接头，流水是多少，一笔一画全部给我记下来。老子倒要看看，在南海这片海里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龙。海生哥，今天好多工人围在铺子外面看，可最后摇着头没买。他们说天天住宿舍没厨房，做鱼太麻烦，要是有一种不用开火，拆开就能直接吃的海鲜就好了。不用开火，直接吃，这不就是30年后产值上千亿的预制菜与即食海鲜吗？看来是时候操练起来了。一条鱼零浪费，每一个部位
我都要让它变成真金白银。爹，你这脑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吓人了？姐，现在给你安排活，把家里那筐准备喂鸡的小银鱼全搬出来，下海盐和白胡椒，大火炒到酥脆，分装小纸包。今晚必须弄出100包。100包能卖掉吗？明天一上午，我保你卖得精光。婉清，咱们把剩的碎鱼肉全拢过来，配上辣椒、豆豉和老蒜，现在就起大锅熬鱼酱。明天在铺子门口立块牌子，免费试吃。老板，你这整的花里胡哨的，把姜葱蒜都配好了，这鱼包回去电炉子蒸蒸，当真的好吃。别是处理不新鲜的鱼吧？小兄弟，你拿回去尝尝，不好吃你把摊子给我掀了。好不好吃，不靠嘴说，舌头最诚实。婉晴，把咱们刚焖好的杂鱼酱给这位兄弟舀一勺试试。大哥，您尝尝，新鲜不新鲜，一尝便知。这味道也太鲜了吧！那姜葱蒜焖的入味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简直绝了！老板，这酱给我来3瓶，不5瓶，我宿舍那帮馋鬼肯定抢着要。真这么好吃？让开，我也试试。给我来2瓶鱼酱，宿舍兄弟们都用着这玩意儿下饭呢。我要3个鱼包，不用开火直接蒸。今天也犯个懒。我也要2包银鱼干，拿回去给我家老头子当下酒菜。口碑就是最好的活广告，只要跨出这免费试吃的一步，让这朴素的道理绕过中间商，直接征服吃鱼人的舌头，黄老板的封锁就彻底成了笑话。海生哥，总流水5600，净利润3500块，这简直是抢钱啊！这只是刚开始，明天开始，银鱼干加到300包，鱼酱20瓶。另外，姐夫，明天跟我去城东，准备盘下第2家店面。开新店，咱们哪来那么多源源不断的活鱼做加工？今晚回村，你看一眼就明白了。订婚那天林家退回来的银镯子我扔了，这贝壳不值2个钱，但它是干净的，全新的。海生，你这几天好像天底下的事儿什么都瞒不过你，什么大生意你都能做。有时候我看着你，心里会觉得害怕，你太不像以前那个海生哥了。他的直觉太敏锐了，几乎要触碰到我重生的秘密，但我一个字都不能说。婉清，人被逼到绝路上，什么潜能都能逼出来。我只是再也不想看到你，还有我妈我姐，跟着我过半分提心吊胆的苦日子了。海生，镇上都传开了，说你这2天在南海净挣了5000大洋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各位叔伯，是真的。海生，赵家水产站那帮小子压榨了咱们一辈子，我们以后能不能也跟着你干？好，只要大家信得过我，以后的鱼全部卖给我，价格比赵家白纸黑字高出整整2成，现款现结，绝不赊账。我老刘头拿几10年名誉担保，海生这孩子办事实在，跟着他干，今天送货，今天就能数票子。大家别再给赵家当孙子了。姐，把咱家西边空屋腾出来当加工厂，连夜雇村里的妇女切鱼、炒银鱼干、熬酱，咱们陈家的供应链今晚就给我全面开工。赵少，出大乱子了！陈海生今天不仅在南海狂卷了5600的流水，还捣鼓出了银鱼干和预制鱼包，卖的比鲜鱼还疯。现在连城东2家国营大厂的后厨都在跟他签长期供货合同了。一个被老子踩在泥潭里的穷鬼，6天时间就能干出1天5600的流水。你先出去。黄总，陈海生这小子已经在南海站稳脚跟了，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咱们必须立刻动手砸了他的饭碗。瞧瞧苏婉清那狐狸精样，真是没爹没妈没教养。以前装的清高，一转眼就去抢闺蜜的男人。
婉清，林小燕在村里到处编排你，现在加工厂里那几个婆娘都在拿白眼看人，连话都不跟咱说了，气死我了！姐，我知道了。海生哥，他知道这事儿吗？他去城东送货还没回村，我还压着没告诉他。婉清，你别听那帮碎嘴婆娘瞎说，姐绝对信你。姐，我没事儿，先挂了。海生哥，村里人说我是狐狸精，说我不要脸。你在乎吗？不在乎是假的。我从小在村里长大，没爹没妈，以前全靠奶奶和小燕姐。现在小燕姐带头骂我，其他人跟着戳我的脊梁骨。海生哥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婉清，以前我是个混账的时候，你在码头上叫我回头，我当了瞎子聋子，没理你。你那时候顶着全村人的笑话帮了我那么多回，你从来没怀疑过自己，因为你清楚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。现在也是一样，你拿出全部积蓄跟我开铺子，是因为你信我陈海生能带你过好日子。林小燕在村里泼脏水，是因为她输了，她输得一败涂地，只有靠那张嘴把面子赢回来。海生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死过一次，把心掏出来看过，自然就会了。明天的鱼几点送到？凌晨5点，准时到。那我明天4点半就开门。他越想让我垮，我越要赚得让他眼红。海生哥，今天一早有人送来这个，黄志强是谁？咱们这2天没得罪什么姓黄的人啊。南海最大的海鲜批发商，赵家水产站背后的真正大老板。那你要去？他肯定是因为咱们抢了那3家工厂食堂的客源，摆的是鸿门宴。去，我不去，他也会找上门来。主动去，至少在场面上，是我陈海生给了他黄总一个面子。陈老弟，年轻有为啊！短短几天，赤手空拳在南海城东扎下这么深的根，不容易啊！黄总客气了。小打小闹，在您这位南海海鲜大户面前，真是不值一提。小打小闹，老弟太谦虚了。你这一闹，生生挖走了我市场档口守了3年的3家工厂大食堂。陈老弟，南海的规矩定了30年，谁进货谁出货，走哪条渠道，账目都是焊死的。你一个渔村出来的毛头小子，绕过水产站和批发市场，自己搞直销，你觉得其他人会怎么看？黄总，您说的规矩是指赵家在水产站用2块5强收渔民6块钱的鱼，转手在南海卖15吗？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，但你信不信？只要我黄志强一个电话，明天你就续不到铺子，进不到一条鲜鱼，甚至连城东冰场的1块碎冰你都买不着。黄总，您能掐断我的碎冰，但您断不了我的海。海里的活物是老天爷赏的，他不姓黄，更不姓赵。而且，黄总在南海做了30年生意，名誉信誉是您的命根子。但如果县里有人知道您在城东3号仓库里悄悄存着的那批来路不太干净的货，您觉得您的信誉和脑袋还保得住吗？当然，我今天来不是找麻烦的。您做您的传统批发大渠道，我搞我的直供零售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但如果您非要为了赵东海那种货色来踩死我陈海生，那就不是做生意的玩法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你小子骨子里根本不像个渔民。黄总，生意场上见。黄总，这小子太狂了，连3号仓库的秘密都摸到了。要不要今晚让人去？先别动他，这小子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，给我死死盯着他，看他接下来还能在南海这片海里翻出什么天大的花样。海生，你把南海的铺子全扔给婉清一个人，
晚清一个姑娘家哪里撑得住那么大个摊子？爸，你把心放肚子里吧。南海的铺子早就彻底走上正轨了，现在他一个人就完全能独当一面。我这次连夜赶回来，是要带你们开始推进咱们陈家真正的长线大计划——南猪养殖。先别提养什么猪了，德旺，你快看，这地方浪大能掀翻小船，平日里咱躲都来不及。这底下居然密密麻麻全是附着在石头上的大野蚌，在这打了半辈子鱼，要不是海生带路，谁敢把船往这鬼见愁暗流里开呀？爸，刘叔，这片海域水流急，暗礁多，一般人确实不敢来。但正因为水流冲刷劲大，海水盐度高，这里养出来的珍珠品质全椰城最好。养珍珠，你懂这个？你个毛头小子，连县里大厂的技术员都折在这上面，你从哪听来的这套词儿？爸，你过来瞧，这只蚌的外套膜厚度足足有2毫米，说明它分泌珍珠质的劲头正足。壳面上这些凸起的纹路这么深，说明它在自然状态下已经在生成天然珠核了。只要咱们人工精准插核，控制好水温和盐度，1年半到2年就能出珠。2毫米插核？德旺，你家这娃什么时候去跟龙王爷学了这相蚌的本事？我活了60岁，出海一辈子都没听说过这些。上一世我在养殖场从零开始，摸了上万只蚌，烂了无数批猪，才总结出怎么才能出最好的猪。这一世，我可以跳过所有弯路。海生，这大毛猪捆成这样真能行，沉得像头死猪，一松手怕是要沉底。放心，扎扎实干，沉不了。姐夫，麻绳得用死结，浮筒4个角要吃死力。木料吃到了水反而更有韧劲，浪再大也掀不翻它。德旺，把网笼扎紧点儿，这野生母蚌娇贵的很，磕破了壳可就没法吐珠子了。放心吧，老刘，老子这辈子砸锅卖铁也得把海生这个局给唬住了。上一世，我在这片海上白活了30年，打鱼卖鱼，被赵家压价，被黄老板盘剥，一辈子弯着腰给别人干。这一世，这片海是我的牧场。3年之后，这些蚌里会长出全椰城最好的南珠。到那时候，赵家和黄家加起来，在我眼里都不够看。但3年太久了，在珍珠长成之前，我必须靠海鲜铺子和加工厂源源不断的赚钱养活这个局。而赵东海和黄老板绝对不会给我3年的安生日子。暴风雨，怕是马上就要来了。快点，把这几根主要绳子全剁了，让他的蚌笼全沉底。操！岸上有人冲过来了，手脚麻利点。哪来的贼？老子今天活包了你们！别管他，缆绳断了，快发动马力，走！谁在那里？睁开狗眼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！老刘，给我直接撞过去！小贼，老子今天把你们全开炮了，塞进海里喂鱼！有大船，快走，快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刘叔，你们怎么在一块儿？你一个人孤零零在这守夜，老子能放心？前天开始，我跟老刘就在码头后面搭了个草棚子，每天晚上不眨眼的轮班看着。今天正好赶上了。爸，我以为就我一个人。大老爷们儿抽抽搭搭的，出息，跟个娘们儿似的。福大修好没有？母蚌丢了没有？修好了，保住了绝大多数，损失不算大。那就行。明天去镇上重新加固所有烂绳，去买全镇最粗的那种防腐钢丝绳。好，这笔买绳子的钱老子出了。海生，瞧瞧人家那10几米长的钢铁大船，咱这3条小木面子放在一块儿，真像是大象脚底下的蚂蚁，我心里直打鼓啊！蚂蚁怎么了？大象皮再厚，蚂蚁多了也能生生啃死它。咱这小船转弯快，吃水浅，等到了碎礁海域，大船根本进不去，只能干瞪眼。
海生哥，早点回来，南海的铺子有我守着呢。今天开渔第一网，我等你的新鲜石斑下锅。放心吧，你在岸上瞧好了，今天一收网，今晚保准让你数钱数到手软。海生，时辰到了，别看岸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人，把心思焊在海面上。开船。等我回来。陈海生，就这3条烂木头，你也真好意思开出来现眼？还搞什么珍珠养殖？别到头来珍珠没养出来，你这几条破烂连人带船先沉进海里喂了鱼。赵东海，你少在老子面前放屁！有种你下船来试试！姐夫，开稳你的船。狗对着海浪叫，海浪什么时候理过狗？陈海生，你骂谁是狗呢？你找死是不是？赵少爷，开渔节的头一网最重要，小心海风太大，你们收上来满网的垃圾。咱们走着瞧。赵少，跟个要饭的穷渔民废什么话？王总说了，过了今天，这片海就由不得他蹦跶了。赵东海，你笑吧。等我第一批男猪出水的那天，你连跪在老子面前哭的资格都没有。海生，前头风浪开始大了，咱们往哪个方向？爸，往碎礁海区全速前进，那底下有咱们全家老小的翻身的本钱。今天咱们抢个好彩头！这是我重生后第一个开渔节。15天前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我有了城东的铺子，有了3个铁杆兄弟，有了正在生长的珍珠牧场，有了开始信任我的渔民，还有一个拿命信我的女人。这只是个开始。苏老板，城东大酒楼今天要的50斤季招鱼包，可得先紧着我。大厨在后厨催的都要掀桌子了。放心吧，刘哥，早就给您在最底下的冰筐里码好了。阿妹，快帮刘哥把大桶抬到板车上去。快点！秀兰姐，跟着海生干，俺上个月光是提成就拿了整整300块，比以前私收的赵家水产站强了10倍都不止。俺家男人现在天天给俺端洗脚水。那可不，只要大伙手脚勤快、干净，海参绝对不会捆待任何一个自家兄弟。2个月，刨掉所有收鱼的人工和运费，净利润就将近3万块，加上晚清在南海那边的总店，手里的现金流总算稳住了。但水产品加工只是个提供流动的现金流，盘子大不到哪去。真正能让陈家彻底翻身的，是那片礁石海底下正在黑水里玩命长肉吐丝的珍珠浮牌。海生哥，你快看，这是我这2个月在南海跑出来的细账。咱们巷口的总铺子现在彻底稳了，但光守着一家店根本吞不下南海这么大的盘子。我想在南海再开2个新门面，一个死死定在城东，一个狠狠插进城南的工厂区，把那边的后厨和家属院全盘接过来。我脑子里刚冒出来的商业概念，晚清的执行力比我上一世高薪聘请的任何一个精英团队都要快、准、狠。开，你想怎么砸就怎么砸。城东、城南2个新门面，全部由你一个人全盘操刀，以后铺子的事儿，你说了算。废物！整整2个月了，你眼睁睁看着陈海生那泥腿子变成镇上的陈老板，现在村里10几户骨干渔民全跑去给他当狗，咱家水产站的渔获一天比一天少，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？黄总，陈海生那畜生已经在南海连开3家店了，2个月前他还是个连老娘医药费都掏不出来的穷鬼，现在竟然爬到老子头上来了。我听说他最近在大张旗鼓的搞珍珠养殖。对，就在村外那片礁石海域，他搭了整整1排大木浮牌，里面全吊着网笼。珍珠这盘棋倒是有意思了，小打小闹卖几条死鱼烂虾我懒得管，但珍珠这条线背后的利润大得很。你今晚多带几个人去给我摸清楚他的养殖规模、具体海域坐标，最关键的是去查查他手里到底有没有县里特批的正式承包手续。
陈海生，你以为你真赢了？你赢的不过是卖鱼的蝇头小利。南珠这盘大棋，没有公家的红头文件，你拿命也接不住。把手电筒都用黑布蒙上，动作都放轻点。要是惊动了陈海生守夜的棚子，老子亲手扒了你们的皮！放心吧，赵少，桨叶划水根本没声音，今晚后来打，神仙也发现不了。数清楚了没有？这一排到底钓了多少个大网龙？4个大方格，整整48个老棒罐子。坐标东经110度24分，北纬20度08分。够了，只要坐实了他非法占用公海海域，没有审批手续，黄总一个电话就能让县里把他的福大当场炸了。走，回航。赵东海，你个绝土狗！果然憋着坏水来踩海参哥的盘子。陈海生，那片礁石海区一直是没人管的危险乱礁，你要签独家看管经营合同，这大自助可不好拿。按规矩得先要你们村委会开证明，再等站里开会碰头，最后得交齐整整5000块的场地使用费。这是2000块定金，流程该怎么走，我一分不少的配合。但这建档落册的手续，今天必须先给我录进去。录入可以，但最后能不能盖章，得看上面的意思。这位置盯着的人可不少。上一世，赵东海就是用无证占地、私搭乱建的借口砸烂了我的第1个南珠试验场。这一世，老子绝对不会在同一坑里跌倒2次。赵东海，你想跟我抢这块地盘，看你手有没有我的刀快。陈海生，有人实名举报你的浮排强占了集体的打鱼区，况且赵家水产站也提交了同样的独家租用申请，而且人家愿意一次性付清5年2万块的全部租金。林站长，那片碎礁烂地30年来连条狗都不愿意去，怎么今天就成了打鱼区？这是赵家在放屁！全村22户渔民联名给海生担保，他不是强占，他是带着全村人找活路。林站长，赵家有钱有路子，但我有这个，这是2个月来跟着我干的10几户渔民的真实收入。2个月前，他们平均月收入不到40块，现在每个人手里至少攥着300块的纯利润。站里要的是能让整个镇水产总值翻倍的领头羊，我可以立下字据，1年内让跟着我干的渔民给站里交足3倍的管理费。这笔账，您比我更会算。成了。少少，不好了！刚接到站里的通知，陈海生把那片礁石海域5年的独家经营权给签下来了，账都盖死了。陈海生，我操你妈！老子送了那么多礼，你竟然敢接老子的活！苏姐，这是下个月城东2个新档口的鲜虾供货单，价格我按总店的规矩再降了1分，您看成不成？张老板，降1分不够，分量也得给足。城东和城南2个新门面明天开张，要是货出了半点纰漏，下个月的尾款您就别来拿了。苏姐，您放100个心，整个南海谁不知道您苏姐办事最稳，绝不差事儿。奶奶临终前说过，这就是我妈娘家的老店。苏家3代做珠宝南珠生意，后来出了变故家散了，我妈也私奔去了渔村。奶奶把地址死死塞给我，说如果哪天在外面撑不下去了，就回来找苏家人。海生哥的南珠浮盘刚刚下海，我自己的3家海鲜铺子也才刚站稳脚，现在我还不能进去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也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给海生哥添乱。这身段，这执拗的脾气，真像他亲娘阿如啊！等了整整20年，苏家的血脉，总算是让我给找到了。才1个月，珍珠质就包了这么厚，照这势头，最多1年半，第一批极品南珠就能出水。海生，赵德发那老小子现在天天跳脚，咱加工厂一做大，他那边的鱼源生少了1半。刘叔，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2件事儿：第一，加工厂上真空包装设备直接供南海各大商超；第二，珍珠浮排再加盖3排。
这么快，海生，咱手里那点活钱够吗？加工厂够了，珍珠差几千，但可以分步走，先定木料。海生，先别数钱，我出海30年，这种闷热法，还有这发黑的海水，绝不是好兆头。你海里那些浮牌能扛得住大风浪吗？这天色，我想起来了，上一世就是在这个月，一场突发特大台风横扫东海岸，连预报都没有，好几个村的船全翻了。爸和姐夫就是在这场台风里出远海送了命，最后只捞回来姐夫的尸体，爸连骨头渣子都没剩。这一世，他们没出远海，命保住了。可要是风暴砸过来，我的珍珠浮盘怎么办？跟着我干的20多户渔民的木船怎么办？同志，帮忙查一下记录，最近这2天南海周边到底有没有发台风预警？台风？你想多了，最近的通报写得清清楚楚，天气稳定，全海域都适合出海打鱼，连个大风浪都没有。现在的气象技术分辨率太低了，根本预测不了这种神出鬼没的突发台风。上一世那场泼天风暴，就是因为预报没跟上，才害死了那么多人。既然我这次重生，就不会让他重蹈覆辙。爸，别刷了，快让大伙把船拉上岸，要变天了，有特大暴风要砸过来了。海生，你发什么癔症？这大太阳毒的能晒死狗，连个云粒子都没有，哪来的大风？爸，你仔细看海水的颜色，平日里近海的水是蓝绿色的，今天泛着一层焦黄，说明深层的大海潮已经在底下翻涌了。你再看天上的海鸥，今天从早到晚一只都没有，海鸥不飞，那是老天爷在给活物警示。还有，你瞅瞅那些停在岸边的木船，吃水线比昨天高了整整2寸，说明海面的气压正在风一样往下掉。你确定？海生，这可关乎村20多户人的身家性命啊！爸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。赶紧通知大伙，晚了就全没了。大伙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船全部死锁在港里，谁也不准出海。已经架在海上的，立刻打信号炮，发无线电，哪怕网撒了一半，也得给老子斩断烂绳撤回来。海生，你发什么疯？这大太阳晒得皮开肉裂，连个云底子都没有，你让咱歇网，1天不出海，明天全家交西北风啊！就是，我这批大网货下午还要直供南海呢，耽误1天，海鲜变死鱼，这损失你给补。海生，管理站也没发大风浪通告，你让几十户人家停产，万一你筹错了，这得耽误大伙多少嚼过？刘叔，你信我吗？跟着我这2个月，我陈海生骗过大伙1分钱吗？我说过的话哪一句没落地？我知道你们不信，但我这儿立下死字据，如果我陈海生今天看错了天，这几天的渡购费、损失的货钱，我一个人拿现金给大伙全额垫上。但如果我对了，你们留住的不光是船，是全家老小的命。今天我爸的船也死锁在港里，绝不下水。我儿子说不出海，今天就算是龙王爷开恩，老子也绝不下水。老刘，你闯了大半辈子，今天给句痛快话。操！老子这条命是陈家给的，把烂绳给我在庄子上焊死，老刘家的船一条也不出。陈海生这是嫌钱多烧的，傻子才跟着他犯浑。兄弟们，开船！陈海生装神弄鬼，真把自己当龙王爷了。天这么好不出海，渔民喝海水长肉啊！信他的全是脑子进水的傻逼。就是赵少，这小子就是怕咱们今天抢了他的风头，故意使绊子呢。传我的话，赵家水产站旗下的10几条大钢铁船，今天全给老子开出去。谁今天收上来的鱼最多，老子回港双倍给赏。谁要是敢当缩头乌龟，明天就给老子滚出码头。哟，陈老板，大太阳底下泡澡呢。绑绳子！你这几个烂木头搭的破玩意儿，老天爷一个喷嚏就能全给你拍碎了，绑100个也是废柴。海生哥，听兄弟一句劝，趁早把这些烂木头拆了卖劈柴，还能换几毛钱买盐。德旺叔，您儿子让您大晴天憋在港里绑木头，连海都不敢出，您老不嫌丢人，我都替您脸红。赵东海，天马上就要变了，你最好现在发无线电，让你的船全撤回来。撤回来？你脑子被海水泡发了吧？
瞅瞅这天，万里无云，全镇就你一个人在这装神弄鬼吓唬自己。老子的3条大铁船刚刚满卖了油，我表弟带队奔着远洋渔场去了。等他满仓回来发大财的时候，你他妈还在这水里泡着呢！呸！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！呸！4个小时之后，这片天会彻底变成铅灰色。6个小时之后，风力会生生突破8级。赵东海，还有你那个19岁的表弟，正在前往暴风雨的最中心。变天了，海生，你说的每一个字全对上了。陈海生，你上午说要变天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闹大台风？你既然知道，上午为什么不拦死我？放手！你是不是知道这台风有多大？你上午让人停船的时候就全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表弟还在船上呢，他今年才19岁啊！赵少爷，上午你去我们福牌那儿的时候怎么说来着？万里无云，一个浪就能拍碎。你还说你表弟满仓回来发大财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泡水。现在你表弟人呢？我们上午劝过你的船，你骂我们是胆小鬼。你自己说的，信陈海生的全是脑子进水的傻子。陈海生，我求你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帮我把人找回来吧！你比任何人都懂这片海，我求求你了！我表弟才19岁啊！你表弟的船走的是东南方向的远海渔场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对，就是东南角的深水区。那片海域的西南角有一块凸起的大礁盘，叫龟背石。风浪砸过来的时候，礁盘的背风面会形成一小片净水窝子。这小子真记得那片礁。如果你们的船老大有20年以上的出海经验，他一定会把船往那儿开。那是方圆20公里唯一能活命的背风坡。那地方确实是唯一能躲的。你怎么连这都知道？这小子真懂这片海。老子是在这片黑水里泡大的，每一块礁石长在哪里，我闭着眼都能摸出来。刘叔，你的大机动船油箱顶不顶得住？海生，这时候出去，那是拿全家老小的命在跟阎王爷赌博啊！我不去外海，咱们开到改王外沿最尖端的石灯塔，在那里地势最高，把对讲机增幅拉到最大去喊。如果他们真的在龟背时，一定能收到信号。操！老子今天舍命陪君子，开船！龟背石附近的船只听到请回答，这里是渔村码头，听到请回话。赵家铁皮船听到请回话。收到，这里是赵家2号船，我们在龟背石背风坡，3条船都在，大水把发动机浇灭了，我们回不去了，海生救命啊！听好了，龟背石西北方向有一条隐藏的碎礁水道，宽度足够一条船过。等下一波大浪落下去的瞬间，顺着水道全速划桨冲出来，贴着海岸线往北切，从港欧回口进港。那里是背风面，浪小，听懂了没有？收到，收到。西北水道，北口进港。哥，要不是海生哥对讲机里指路，我们今晚全得死在那个礁石窝子里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赵东海，今天这些人能活着回来，不是因为你跪了，是因为他们命大。再晚1个小时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今天上午，你站在我的福牌旁边弹烟灰的时候，你表弟的船就已经跑进暴风圈了。是你，亲手把你亲表弟送进鬼魂道的。
叔，压水舱在加重，用生铁块死死坠住，缆绳要吃不住劲儿了。你个要死的老头子啊！你暴病了是不是？这么大风，失守那条烂船干什么？你妇道人家懂个屁！船在人在，船没了，全家下半年喝西北风啊！婶子别急。上一世的这场风暴，爸和姐夫就没能回来。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给他们指过一条生路，没有一个人在对讲机里喊过他们一声，他们只能在无尽的黑暗里死死等了一整夜。最后等来的只有把船拍碎的滔天大浪。而这一世，爸就在我旁边喘气，姐夫在跟大伙唠嗑，妈在里面中气十足的骂人，婉清在给家里人披毯子，都在。我陈海生这辈子最在乎的人，全都在。风暴最中心的位置，正是我的第一排珍珠富婆。加固过3层的防捕钢丝绳，到底能不能扛住这一晚的恶战？天亮之后，这片海会给我最终的答案。赵德发、黄老板，老天爷要是收不走我，接下来就该轮到我来收你们了。老天保佑！沉的，没空，棒全都在。海生，地下的宝贝网子还在不在？刘叔，扛住了，全活了。海生，以前俺怕赵家报复，只敢当缩头乌龟。昨天要不是你，村里那7条人命全得填了海。从今天起，俺这2条木船的渔获全供给家厂，谁拦着，俺跟谁拼命。对，跟海生干，赵家算个什么东西？跟着他，迟早得绝户。赵家早晚完蛋。大伙说的对，我老刘家3条机动船，以后海生指哪儿就往哪儿开。全完了。海生哥，加工厂和福牌都还好吗？都还好，福牌保住了，最重要的是，大家全都在。怎么瞧着你今晚笑得这么怪？因为上一世，同样的风暴刮过来的时候，我失去了这片海里所有在乎的人。海生哥，你这胡咧咧什么呢？什么上一世这一世的？你是不是昨晚在灯塔吹风冻坏了？没糊涂，我是看大伙都活得好好的，心里高兴。海生，快带婉晴回来喝碗热鱼粥。从昨晚到现在，你肚子里连1粒米都没落进去。弟，你别吹了，先吃饭。这一世的劫，老子接住了。粥要凉了，你们2个小崽子快回来，再不来粥就喂狗了。今天起，赵家收购价再提1成，现钱现结。老板，别喊了，大伙说现在跟海生干不光赚得多，最关键的是不用看咱家的死脸色。全村30多户骨干全跟过来了。鱼嫂海鲜在南海开的3家门面，月利润轻松破万，但这只是能养活人的现金流，做不大。真正能让我彻底翻身，吞下整个南海市场的资本，还在海底下长着。再过1年，第一批极品南州就能出水，但这1年里，赵东海和黄老板绝对不会让我安生。弟，南海那边出事了，城东第2家分店今天凌晨让人给砸了。婉清呢？婉清为了护账本，手都被那帮流氓用电棍打了。谁干的？3个戴黑口罩的，提着钢管进来，一言不发就砸。隔壁开杂货铺的老板说，他们砸完就上了一辆梅花牌的黑色面包车。绝对不是赵东海，他在码头跪了那一下，没这个胆子。是背后的黄志强。台风过去这1个星期，他一直没动静，不是想通了放过我，而是在暗处死死盯着我，等我放松警惕，狠狠咬我一口。
哪位？黄总，你的人今天砸了我在南海的铺子，还动了我的人。哟，陈老板啊，什么砸店？南海治安不好，你做生意得罪了什么道上的朋友吧？可别赖在我头上。黄总，砸店无非就2个原因，要么是想把我吓退，要么是手里攥着筹码，想逼我谈条件。今天下午3点，上次那家茶楼，你如果不来，明天我就把加工厂全盘砸进南海，咱俩就脱了鞋，在这泥塘里玩命踩一踩。婉清，你带2个姑娘留在店里，下午找2个木匠把门人重新装好，把地给我洗干净。海生哥，你下午要去哪儿？明天早上5点，这家店照常给老子开门营业。我要让满大街的供货商和姓黄的狗腿子睁大眼看看，砸了也没用。海生啊，你确实是个变数。大晴天能算准台风，还把赵东海治得服服帖帖。收鱼、真空加工、直供商超，一气呵成。但我今天只谈一件事：你砸钱搞零售，绕过我的渠道收鱼，这些小打小闹我都能忍。但你背着老子去搞南猪养殖，我忍不了。南猪市场多大，你懂不懂？一颗上等的南洋猪，在新国能卖几千美金，那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烫手产业。你一个渔村里爬出来的泥腿子，牙口太软，根本吃不下。我的规矩，珍珠浮牌我占6成干股，你出技术，出你手里的海面独家供应权，我出资金，出新国的红顶渠道。上一世，黄老板就是用的这套借鸡生蛋的狠招，表面上投钱进来占大分股，等养殖场做大了，再做一盘假账，找个由头把我直接踢出局。我亲手建的第1个南猪公司，最后生生改姓了黄。这一世，你还想玩空手套白狼？黄总，我也给你一个条件，0股份。你想分一杯羹，等老子的珠子出水了，你来当我的2级经销商。陈海生，你那独家经营合同是镇里渔业账批的，镇上的事情，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变成废纸一张。黄总，也送你一句话：上一个动心思抢我东西的人，台风夜里在码头的泥水里跪了整整2个小时。你可以现在去试试，你的膝盖骨有没有赵东海的硬。给脸不要脸的穷种，去！立刻动用南海所有的路子，给我死死盯着他那份承包合同，哪怕是一个错别字，也得给我抠出漏洞来。是，黄总。那赵家那边，去把赵德发那老东西给我叫来。赵家虽然在码头塌了台，但他们在镇上经营了20年，关系网还在。有些陈海生防不胜防的阴招，得借赵德发的手。海生啊，别怪哥哥没提醒你，有人举报上去了，说你之前拿独家倾尽权的时候，审批程序不完整，缺少公开竞价的环节。上面有死命令，必须暂停合同，把那片礁石海域重新拿出来招标。林站长，当初盖章的时候，咱可都是按规矩走的。陈海生，注意你的态度，这不光是赵德化的意思，是南海何总、黄总亲自打了招呼。你得罪了惹不起的人，一旦重新公开招标，人家用高价把海域拿走，你海里那些浮牌就得限期全部拆光沉海。上一世，我的南珠试验场就是这么丢的。黄老板动用上面所有的关系，生生搅黄了我的合同，然后靠着财大气粗公开招标拿走海域。那时候我没钱、没关系、没靠山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心血被抢。这一世，我手里那点卖鱼的炼金流根本不够跟身家千万的黄老板拼刺刀，在镇上我也毫无根基，但我手里有他们谁都没有的王牌。我知道那片海域底下埋着的是几千万的泼天富贵，
黄老板只是在贪婪的瞎猜，而我是100%的确定，想在重新招标上用钱砸死我。好，那老子今天就找个比你更有钱、更有势的泰山，活活压死你！海生哥，你一宿没睡，镇上的手续真的卡死了。婉晴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奶奶临终前交代，你妈是南海苏家的人。是，奶奶是这么说的。海生哥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苏家3代在南阳和邺城之间做的是全省最大的珠宝南珠生意，对不对？黄老板想跟老子玩一锤子买卖，用钱抢海域。现在咱不去求镇里。婉晴，收拾东西，带上奶奶的地址，咱们去南海骑楼老街接你娘家人回家。海生哥，我妈当年是私走的，跟家里闹翻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们万一不认我怎么办？婉清，看着我，你今天不是来求人的，是来认亲的。苏家做了3代珍珠生意，只要有你在南海支起的店，加上咱家那片顶级棒场，他们就绝不会放手。丫头，孩子，你长得真像你亲娘阿如啊！老天爷开眼，总算让我等到苏家的独苗苗了。我真名叫周德顺，是你外公当年的关门大徒弟，后来在兴国做了20年珠宝生意，晚年回邺城，一直在暗中留意苏家后人的消息。周爷爷，那我外公他们呢？苏家在兴国做了3代南珠大贸易，你外公是掌门人，你妈当年私奔后断了联系，你外公伤心过度，几年后去世，兴国的生意被合伙人分了。但是有一样东西谁也分不走，苏家在东南亚南珠行业里攒了3代人的泼天信誉和顶级人脉。你外公当年是南洋珠宝商协会理事，海外那些只手遮天的老家伙们至今还死死认得苏记这2个字。周老前辈，有苏家这块金字招牌，再加上我手里那片能吐出顶级南珠的礁石海域，南海黄老板那点下三滥手段，怕是要到头了。小伙子，南海黄老板黄志强，黑白2道通吃，手黑得很。你凭几排破福牌几句漂亮话，就想借苏家的名号去跟他硬碰硬？周老先生，您在南洋做了20年珠宝，瞧瞧这个。这皮光，这肉质的厚度，这是极品走盘南珠。邺城的野生母豹早就绝迹了，你从哪儿搞到的？就在我签下的那片危险礁石区，底下全是30年没人动过的老蚌窝子。我用超前的技术做了人工大浮牌，只要1年就能出水成百上千颗这样的绝品。阿如啊，你看到了吗？你闺女带着苏家最想要的东西回来了。你外公找了一辈子的南珠祖窝，居然在你们孙女手里现世了。海生，重新招标的事你不用慌。黄老贼动的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下三滥手段。既然那片海姓了苏，老子今晚就给兴国的南洋商会拍电报。苏记南洋商行今天正式复号，明天一早，我亲自带省里的外资考察团去镇管理站。我要以南洋华侨回乡投资、抢救非遗南珠的名义，把那片海域办成涉外重点保护项目。黄总，您放心，林站长那边已经把暂缓通知书死死按在陈海生头上了。明天下午公开竞价招标，您的资金一到，陈海生那几排浮盘立马就得当成非法建筑被砸个稀巴烂。干得不错，转告林站长，事成之后，南海的厂子有他一成干股。陈海生一个翻不出浪的泥腿子，明天老子要在竞价场上用钱活活砸断他的脊梁骨。陈海生，明天一过，老子让你跪在码头上，把昨天的账100倍给老子吐出来。黄总，林站长安排好了，3天后召开海域资源利用座谈会。名义上是规范养殖，实际上老子要在全镇人面前宣布，
陈海生的合同因为程序瑕疵作废，重新招标。万一那穷小子跟咱们死磕价钱呢？死磕？我这次的出价比他高3倍。在绝对的资金面前，林站长有足够的理由把海域判给我。把消息透给陈海生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命根子被我合法的拿走。是，黄总。海生，这不是明抢吗？重新竞标，这明摆着是姓黄的和赵德开做好了局啊！上一世黄老板就是用这招把我逼上绝路，公开座谈会，资金碾压，镇里的关系，他觉得自己赢定了，但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我等的就是他把事情闹大，冲得越猛，摔得越惨。刘叔，别慌，3天后的座谈会，带上全村跟咱们合作的35户渔民，1户都不能少。海生，去那儿能干啥？去看戏。来了也白来，我出价比你高3倍，林站长早就喂饱了，今天就是走个过场。有人反映陈海生承包的海域程序有瑕疵，建议重新招标。现在请双方发表意见。我黄志强愿意出年租金3万元，竞标10年承包权，总计30万。同时承诺3年内投资不低于50万用于开发。陈老弟，你打算出多少征啊？黄总画的饼很大，但我问大伙儿一句，他的80万砸进来，你们能分到1分钱吗？他是做批发的，拿了海域，珍珠只会走他个人的档口，跟你们没1毛钱关系。他还会把海权围上铁网，不准你们的船靠近1步。但如果海域还在我手里，每一户合作的渔民都是珍珠厂的股东，珠子出来了，利润大伙儿按比例分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海，是咱全村人的海。没错，没错。凭什么让资本家生吞了？哼，够了！做生意讲的是实力，南珠是出口货。你一个泥腿子有国际渠道吗？没有大渠道，你养出来也不过是一堆不值钱的死蚌壳。黄总，睁大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东南亚珍珠贸易局新国林氏珠宝行的正式回函。这是林氏珠宝发来的定金意向函，预付5万美金，折合人民币近20万，已经锁定第一批南珠的优先采购权。上面盖的是正式钢印。第2封马亚国意向函，第3封相国意向函，3个国家3家珠宝巨鳄。黄总，你刚才跟老子谈什么渠道差距？这不可能！你一个穷渔民，怎么可能认识新国的珠宝商？我叫周德顺，书记南洋商行椰城最老的南珠品牌，书记在东南亚经营了3代人，林氏、和风都是我们的老客户。黄先生，你要跟书记比渠道吗？这片海域现在涉及重大的外资合作开发项目，按照规定，已有外资意向的海域不宜变更承包方。镇里决定维持原承包合同，继续生效。你们，黄总，算了，撤吧。婉清，听到了吗？你外公的100年老字号，今天被咱活活接回来了。